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兜兜。就在雾护法的鬼爪即将捏住毫无抵抗之力的萧炎喉咙时，一只玉手穿过空间，狠狠地将雾护法的手爪击退。美杜莎抓着萧炎的衣袍，飞身后退，说萧炎的命是他的。萧炎看着身旁的美杜莎，笑着说：“我就料到你会出手。”美杜莎说自己是因为复魂丹的缘故，否则才不管萧炎的死活。萧炎对美杜莎嘴硬的程度早有体会，他盯着美杜莎，拜托她一件事，只要她能做到，自己这条命交给她也无妨。美杜莎眼眸微微一眯，这是从认识萧炎以来，她第一次对自己说这种恳求的话。美杜莎压下心中那股异样的情绪，她知道萧炎想让自己出手保护药老，但现在雾护法的实力太强，自己也不是他的对手，护得住萧炎，这不能分神护住药老。萧炎心头一沉，没想到现在的情况已经这么不妙，连美杜莎这么骄傲的人都直言不是雾护法的对手。他试探着问美杜莎，要是和药老联手呢？但药老经过先前的连番大战，身受重伤，战斗力大减，就算两人联手也很难阻拦住雾护法，甚至一旦被雾护法抓住破绽，再次出手抓萧炎，便是无人能挡了。两人交谈间，雾护法也终于回过神，让美杜莎不要管魂殿的事，不然到时候大祸临头就晚了。美杜莎霸气地说，萧炎的命是自己的，在他收取之前，别人都不能动。在雾护法的斗气暴涌时，美杜莎的脸上首次露出一抹凝重，如今之计只能和药老联手，否则他若是只护着萧炎的话，药老怕是要不了几个回合就会败了，到时候萧炎怕是会直接暴走。萧炎面色郑重地感谢美杜莎，这份情他会谨记。美杜莎召唤出七彩能量，和药老一前一后，牢牢锁定住中心的雾护法。雾护法的目光在美杜莎和药老的身上扫了扫，眉头一皱。如今的情况不能再继续拖延了，他只能使用绝招。雾护法施展出森罗万象，魂之葬礼，将云山的灵魂自爆。极度恐怖的黑色潮流笼罩住整个天地，一道寻常人难以察觉的声响在萧炎耳边响起，他的脸色大变，一缕碧绿色的火焰涌上双眼，天空上的黑暗开始慢慢消散。萧炎看到药老和美杜莎的情况不太妙，尤其是药老本就虚幻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有些透明。两人的对面，雾护法手掌上悬浮着一团庞大的黑色光团。萧炎看到他们三人对峙了瞬间后，脸色狰狞的雾护法高举手中的能量团，而后将它射向药老和美杜莎。庞大的灵魂能量团砸在了闪避不开的美杜莎和药老身上，七彩能量和森白火焰暴涌而出，却依旧挡不住那股灵魂力量。美杜莎吐出一口鲜血后，身形急速暴退，她能全身而退，但已经很虚弱的药老却遭受重击，身受重伤。看到雾护法抓向药老，美杜莎脸色一变，朝着雾护法而去，但她却被雾护法借着黑幕拦住了。没了阻拦，雾护法直接抓向药老变得透明的灵魂。药老知道以他此刻的状态已经不可能逃过他的攻击，被捕已成定局。药老看向下方脸色苍白的萧炎，一缕白色火芒从他的眉心间掠过空间，进入了萧炎的额头。他苍老的声音在萧炎脑海中响起，以后他就不能再继续陪伴在萧炎的身边，一切都只能依靠萧炎自己。这缕火芒是古灵冷火的本源，等萧炎将它熟练后，也可以施展古灵冷火。不过因为药老早就将它炼化的原因，萧炎的焚诀并不能吞噬古灵冷火。若有一天药老真的遭遇不幸，萧炎额头上的火印便会自动消失，古灵冷火也将成为无主之物。到时候他让萧炎把古灵冷火当做自己送给他最后的礼物给吞噬了。药老还将自己躲藏灵魂的古岩戒留给了萧炎，那里面有破解噬生丹的方法和他的一些东西。日后萧炎要是遇到了他的好友风尊者，将戒指给他一看，风尊者便会相信萧炎所说的一切，也会帮助萧炎。药老让萧炎在没有实力之前不要轻易去救他和肖战，他相信萧炎会比他想的要走得更远，也希望自己能再次看到那一天。最后药老告诉萧炎，他是自己最骄傲的学生，自己对他一直都很满意。药老的声音消散后，萧炎额头处也浮现一朵白色的火印，火印成型时，雾护法也一爪穿透药老的身躯，将他强行吸纳进一团黑雾中。天空上的黑雾逐渐消散，雾护法将药老囚禁纳戒。在摆脱了美杜莎的追击后，他冲着萧炎而去。眼看雾护法就要来了，美杜莎又赶不及救援，紫妍突然出现，让海波东等人带着萧炎走。一股异样的紫芒充斥紫妍的双眼，他一拳重重地击打在雾护法发出的黑雾之上。
紫妍硬生生地挡住了斗宗强者的一击，而后气息都变得有些虚弱。不等雾护法再次出手，美杜莎出现在紫妍面前。面对美杜莎的攻击，雾护法不敢轻视，但现在的他因为施展了秘法的原因，已经开始有些后力不继。美杜莎看了一眼不远处犹如没了灵魂的萧炎，眼中涌上怒火，一剑刺向雾护法的要害，让他将灵魂交出来。雾护法身形一闪，有些遗憾地看了一眼不远处的萧炎。今日算萧炎好运，等下次自己一定会抓住他。看雾护法要跑，呆滞的萧炎终于清醒过来，怒吼着让他交出药老的灵魂。看着萧炎竟然不顾自身重伤，疯狂地追向雾护法，美杜莎赶紧出现在他面前，一把抓住他，让他不要冲动。他要是被捕，就再也没有人能救药老。听到美杜莎的话，萧炎终于恢复理智。雾护法失望地摇了摇头，说药老不是寻常的灵魂体，就连魂殿的店主都对他极其重视，短时间内不会对他如何。他让萧炎尽管来魂殿救人，自己在魂殿等着他。说完，雾护法便以美杜莎也追不上的速度火速逃跑。眼看雾护法就这么跑了，萧炎抓着头低声发出一道充斥着痛苦的咆哮声。望着双眼赤红还带着泪光的萧炎，美杜莎拍了拍他的脑袋，安慰他想救药老就努力修炼，不要让他失望。更何况他现在也不是孤家寡人，萧家想要振兴还得靠他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天空上的萧炎终于平静了下来。他轻轻推开美杜莎，一双泛着赤红的眼睛扫向下方云岚宗的人。云韵脸色一变，问萧炎究竟想怎么样。云韵的话让萧炎仰天大笑，从来都不是他想怎样。云岚宗鲁萧战在前，毁萧家在后，如今更是害得药老被抓，生死不知。云韵竟然还问他要怎样。云韵忍不住说，云山这些年做的事的确对萧炎伤害很大，但现在萧炎也让云岚宗变成了这般模样，难道就不能收手吗？萧炎怒吼着说，只要云岚宗会存在于加玛帝国，他就不会收手。云韵求萧炎网开一面，但当初又有谁对萧家网开了一面？云韵知道所有的事都是由云岚宗挑起，但他身为云岚宗的宗主，即便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护住宗门。听到云韵用命威胁自己，萧炎紧握拳头。他说过，萧家和云岚宗只有一方能够存在于加玛帝国，这一点他不会为任何人改变，包括云韵。云韵举起青色长剑，让萧炎先将自己击败。看到云韵对自己举剑，萧炎心中暴怒，让他不要太过分了。片刻后，他掏出一大把丹药丢进嘴里。海波东知道萧炎在连番的打击下已经有些不太理智，他让萧炎不要出手，这里还有他们，但萧炎却坚持要自己动手。而云韵身旁的纳兰嫣然也主动要求这场战斗让他来。事情闹到现在这种地步，都是因为他当年的任性导致的。在纳兰嫣然挺身而出时，纳兰杰和纳兰素脸色一变，说这是萧炎和云岚宗之间的事，让他不要多管。可惜他们两个的话，纳兰嫣然从来没有听过。天空上的萧炎目光紧盯着下方一脸倔强的纳兰嫣然，他施展出3000雷动，身形瞬间化为光影。萧炎展现出来的速度让纳兰嫣然脸色一变，随后一股凌厉的剑气直指那道模糊的影子。萧炎直接消失，又再次出现在纳兰嫣然的面前。他的手掌牢牢地抓住纳兰嫣然的脖子，只要一用力便能将他的喉咙震断。虽然他们两人都是斗王巅峰，但想杀纳兰嫣然对重伤的萧炎来说也就是几个回合的事而已。纳兰嫣然原以为自己经过生死门的考验后，实力肯定能超越萧炎，但现实给了他一个残酷的答案。云韵见萧炎制住纳兰嫣然，连忙出声让萧炎不要伤他。纳兰杰两人也急忙求萧炎手下留情。萧炎无视众人的声音，但眼中也闪过一丝挣扎。这时妖夜带领的军队杀上了广场。萧炎看了一眼一旁俏脸苍白的云韵，松开了纳兰嫣然。云韵再次问萧炎，真的要赶尽杀绝才满意吗？他苍白如纸的脸颊让萧炎心头烦躁，问他萧家的血仇谁来还？云韵一咬银牙说，那就让我来还。随后便举起手中的长剑准备自刎。萧炎死死地抓住剑身，警告云韵，他要是死了，
那便让云岚宗所有人一起去陪他。萧炎的威胁让云云不敢再轻举妄动，但他身为云岚宗的宗主，若是云岚宗在他手中被杀得鸡犬不留，那他也无颜活在世上，只能自刎以谢祖师。一旁的美杜莎看到萧炎和云云纠纠缠缠，心中升起一股烦躁的情绪，一把将身边的紫妍扯了过来，在他的小脑袋上一阵乱揉。纳然嫣然突然说，这些事情都是因他而起，只要萧炎放过云岚宗和云云，他可以心甘情愿的为奴为婢。萧炎对纳然嫣然要是有兴趣的话，3年前他们就可以是这种关系了。更何况纳然嫣然哪来的这么大脸，觉得自己能换云岚宗这么多条人命？云云让萧炎不要再戏耍他们师徒，赶紧宣布结果吧。萧炎一咬牙，声音响彻天际，1月之内解散云岚宗，否则鸡犬不留。对于云岚宗的弟子来说，能捡回1条命都算好的。可纳然嫣然看到云云一脸的悲凉，猛地抬头冲着萧炎说，如今的云岚宗对他已经没有了威胁，难道就不能手下留情吗？他和云云可以当众发誓，这段恩怨日后云岚宗不会有一个人提起。萧炎面无表情地说，鸡犬不留和自动解散，让他们自己抉择。所有人的目光顿时投向云云，最终云云终于认清事实，让他们不要伤害云岚宗普通弟子。1个月内他会将云岚宗解散。事情解决完了，萧炎也终于撑不住，身心一颤。海波东急忙扶住他，让他赶紧回去休养。走之前，萧炎告诉云云，自己不希望1个月之后再听到云岚宗这个名字，还让云云不要想着自刎的事，毕竟想要找出解散后的云岚宗弟子，对他来说也不是什么难事。说完，萧炎便将云山的尸体收进纳戒中。等萧炎带人离开后，云云便开始处理解散云岚宗之事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豆豆就讲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，欢迎点击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